新冠疫情延宕反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和平与发展遭遇逆风，外部风险隐患显著上升。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我们该何去何从？2022中国外交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直播港澳台寻访国家顶级智库和最高学府，推出《北京观察》新春特辑，与您一同见微知著。2022年必须是欧洲的转折之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新年前夕的全国讲话中说了这句话：2022年欧洲要怎么转？法德今年大选如何影响欧盟？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身为美国盟友的欧洲将如何取态？中方又该如何面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到中国社科院，对话社科院欧洲所所长、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冯仲平。今年元旦，法国成为新一任欧盟委员会轮值主席国。4月，法国国内将迎来总统大选，各路反建制的中右翼领袖意欲与马克龙角逐。几个月前，德国政坛告别了执政16年的默克尔，新一届政府由3党组阁形成。透过欧盟2大引擎国的国内政治变化，冯仲平观察到欧洲政治风向左右翼交织，政治碎片化。随着法德这些主要的欧洲国家进入大选，那您对接下来的中欧关系怎么研判？现在确实是机遇和挑战都有挑战是很明显的，主要是欧洲现在普遍的接受了对中国的新定位。这个你知道他们这个3分法是吗？对，这个伙伴啊，这个经济竞争者加这个制度性对手，有人翻译成系统性对手，这个3重定位啊，这个是对中欧关系的这种负面影响比较大，所以中国是不太喜欢他们这样来对我们定位，但是我们也得思考怎么应对啊，怎么应对？首先是要面对啊，面对这个情况，我们要探索一个就是说。如何在对话以对话代替这个对抗啊？因为制度性对手这里面有很多对抗的这个因素在里面。那么以这个合作对冲竞争啊，大概我们得有一些思路在里面啊。当然，欧洲中欧关系这个情况，有个特点啊，欧洲有很多国家，其实每个国家对中国的想法也不完全一样。对，欧洲想尽量的想统一。挺难的，这也会反映在中欧关系中，所以我们实际上在欧洲还是有好多国家，至少我们把关系紧密一点能够减少一点对华比较强硬的国家的这种负面的东西。拜登政府上任后表示要修复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那您觉得拜登执政1年之后，这个欧美关系您怎么看？今年是法国的轮值主席国，欧盟的轮值主席国，上半年啊，对，为什么他要说这上半年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加强战略自主的一个机遇啊？欧洲其实法国代表的一些国家对美国，不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还是谁，已经没有太多的就是说幻想了。但话又说回来，拜登上台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拉欧洲对付中国所以说中欧关系中有一些变化是欧洲人自己的变化，有一些是为利促成的。那您认为他们能多大程度上实现这个战略自主呢？战略自主，我们不要字面上理解它。战略自主要理解它，要从这个，我觉得它更重要是一个目标，而且是一个长远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很难。他对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他的战略自主还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所以说他的战略自主不仅仅是针对美国，他针对大国的战略自主。总体上来，我觉得他要说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的话。我们中国还是支持欧洲搞自主的这样的话，他就不一定要跟随美国，随美起舞了嘛，对吧？他也符合我们中国说的多极化的这种世界发展趋势。中欧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杂音，像立陶宛这样的小国冲到了挑动台独的前线。那您怎么看涉台因素在中欧关系中的影响？立陶宛的这个情况呢，我觉得中国是我们的回击。反制是完全对的这样其他国家也看到了在这个一中问题上，中国不可能，这是实际的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怎么能妥协怎么让步？但是呢，立陶宛这个事儿比较麻烦，就是说它现在是欧盟的一个成员国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欧盟的关系？你刚刚也说我们可以这样
底线不容退让，但是一方面我们也不想搞坏与整个欧洲的关系。你问的问题很好，我们因为立陶宛把中欧关系搞坏，欧洲也在想啊，愿意为一个波罗的海的一个小国家，把其他26个国家的这个整个和中国的关系搞坏了，你说欧盟的决策者，他们愿意吗？啊，所以双方还有好多空间，我们可以做工作啊，可以互动。